香港这些券商最近遭到内地8部门的监管暴击，大家关注这方面多多少少都看到新闻了吧？我们今天呢，在这里直接给大家聊聊背后的逻辑，也就是说这种管制到底能不能长久有效的缓解资本的外流？尤其是 SpaceX 马上要 IPO 了，后面还有 OpenAI、Anthropic 这些大动作还在后面，资金还会不会继续想办法出去呢？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，中国 FDI 净流出就已经达到了1680亿美元，创下1990年以来最大的纪录，这可是1万亿人民币啊！2025年各类渠道的资金外流还是很大，股市组合投资、银行跨境业务多管道同时在走，外汇结算和储备数据之间也有明显的背离。简单的翻译成人话，就是内地的资金一直在细水长流、分散的向外面流出。原因肯定是很清晰啊！你相对于国内这些市场，包括 A 股也好，甚至港股，你就跟日股、韩股、美股去比赚钱效应，去比 AI 相应的标的的吸引力，完全是没有可比性。所以说大家利用香港这些渠道去配置海外资产，本质上就是逐利避险的正常的市场行为。这和学生食堂太难吃，学生偷偷点点外卖，这是一回事。但是现在好了，学校不去改善食堂的饭菜，反而呢让保安去抓那些点外卖的同学，那你觉得那些同学还会心甘情愿来吃你这些食堂吗？更何况你老师还自己开小灶了。现在这个时间选择打压确实也很敏感。SpaceX 计划在6月前后 IPO，2万亿左右的级别OpenAI、Anthropic 也可能也在下半年推进，差不多又是2万亿。这些超级科技 IPO 一旦启动，那对内地资金的虹吸效应只会越来越大。这样搞下去，学校的食堂还怎么开下去？但话说回来了，短期对内地的资金想去配美股的，肯定还是有冲击了。3家平台过去是很多内地投资者最方便的入口，尤其是富途。措施落地后，相关的账户操作都受限了，部分资金也可能被迫回流或观望。可实际上，你从长期来看，香港还有大量的其他券商，目前来看还做不到全面的打击。投资者想配美股，总是能找到替代方式的。官方现在提供所谓的合法渠道，比如说 QDII、沪深港通，溢价高也就算了，产品选择也差，交易便利度还有直接参与美股新股的能力，完全是没有可比性的。所以投美股的需求肯定一直还在。你现在光打击供给，不去解决这个需求，只会进一步打击香港日渐颓废的金融地位，将这些蛋糕分割给美国，分割给新加坡。资本流动从来不是靠赌1-2个渠道就能够彻底改变的。过去几年资金外流，核心原因就是两边的资产吸引力差距太大了。如果内地的投资环境、资产回报、市场信心没有明显的改善，资金该跑肯定还是要跑的。行政手段能短期威慑一下，但难以从根本上逆转这个趋势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核心还是那句话：分散配置，动态调整。宏观不确定下，没有单一市场是绝对安全的。把注意力放在全球机会和国内结构性的机会的平衡上，比追逐单一的通道要更重要。对于内地来说，资金外流的压力不是新问题，是早就存在的老问题，压力一直存在的。但治疗的根本是加强金融开放和改善国内的宏观环境，修复大家对内地股市的信心。印度都能做到，我相信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。结果上肯定不会因为堵住了那几个券商，资金外流就会彻底消失的。中国经济体量庞大，供应链体系完备，市场结构性的机遇始终是存在的。那么为什么如今的大 A 沦为了国资提款机，天天割韭菜？为什么中国那些优秀的公司都不在境内 IPO， 都要跑到开放的市场去融资呢？我觉得这才是监管应该动脑筋真正思考的问题吧。我是鲁克，欢迎关注碧海，我们一起来看通天下财经。